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常常家乡在团圆乐开怀。这里是马来西亚槟城的极乐寺，也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寺庙。正赶上中国的新年，这里举办了大型的灯会，感觉整座山都被点亮了，非常的壮观。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灯会，跟我一起来逛一逛。昨天有个粉丝提供了信息，说槟城的极乐寺正在有大型的灯会，在新年里能赶上这样的灯会非常难得。极乐寺离老城比较远，正好有直达的公交车，于是坐公交车前往。公交车开了40分钟到达了极乐寺，一路上正好坐公交，欣赏一下槟城的大街小巷。下了车有路牌指向极乐寺，远远的就看见山上有一组寺庙建筑。这个寺庙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寺庙平时是免费的，但是灯会期间可能收几块钱的门票。山脚就可以看到一个放生池，里面有很多的乌龟。这个寺庙香火旺盛，也被设计成了整个无障碍通道的寺庙。从山脚到山顶一路都有电梯和摆渡车，不过这个缆车套票是收费的，往返一共是16块钱。其实山不高，普通人很轻松的可以登上去，但这些缆车和交通的费用都是为了筹集起来兴建修复这些寺庙的，所以不少人还是选择了乘坐缆车上去。前面的就是山顶的建筑，上山一共有2段缆车和一个摆渡车，前2段都非常的短，就最后这一段大概有200米的距离。整个寺庙有2个大的游览区域，一个是极乐寺为主的一组建筑，一个就是现在去的山顶一个观音巨像。一般来槟城的游客都会来这个极乐寺，除了拜一拜，这里也是登高观景的一个好地方。上面有一个巨大的观音，何况现在是春节期间，这里有非常大型的灯会。这就是位于山顶的观音圣像，非常的高大，感觉有几十米高。这个观音圣像做工还是非常的精美，可见是耗资相当的巨大。这个极乐寺后期一直在不断的扩建维修，所以需要巨大的资金。在这里随处可见到各种捐献，这里的缆车还有所有的摊铺盈利都是归这里的维修基金。远处是市区，观音圣像所在的山顶还有一些其他的建筑，很多游客也都是来这里拜一拜。这里自然风景还是非常美的，在山上还可以俯瞰市区，在山上也比较凉爽，可以看到远处的市区建筑。平时这里都是白天开门，但现在是灯会，每天晚上7点半这里就亮灯。7点半整个灯亮起来了，光是山顶就有成千上万的明灯。很多人看到这么多盏明灯非常的兴奋。山上的庭院和很多树也被装扮了起来。我是全程往返坐缆车，费用是16元。如果徒步上来，这个山顶会收2块钱的门票，估计也仅限在灯会期间收费。确实这个灯会规模非常大，花销也非常的庞大。整个山顶被装扮得美轮美奂。
观音圣像也被照亮起来，金光灿灿。我先是直接上了山顶看这个观音圣像，现在准备去中层的极乐寺景区看一看，也是坐缆车下去的。切哪旁边？切你的右手边。半山腰这个极乐寺感觉规模更加大，而且更加的灯火通明。这里有好几组非常庞大的寺庙。首先看到的是大雄宝殿，这个极乐寺有100多年的历史，当年清朝政府也对极乐寺刮目相看。这个大雄宝殿还是光绪皇帝题的匾额，上面还有光绪的玉玺。整个寺庙群规模太大了，有点绕得慌，但是有几个殿堂是一定要参观的。到处都是彩灯。这个极乐寺是清光绪15年，也就是1889年，由福州涌泉寺的方丈妙莲禅师开山兴建的。这个寺庙也结合了中国、泰国和缅甸3种不同的建筑风格，寺内五彩缤纷的建筑，无论是当地华人还是游客都非常乐于前往。当年建这个寺庙也得到了很多著名华侨的募捐。现在这个气势非凡的极乐寺已经占地是12公顷，感觉如果从山上走到这个极乐寺会更便于参观。我就是来来回回找不到路，所以参观了2遍。不过光看这些漂亮的灯会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有几个地方必须打卡一下，犹如进入了一个大观园，经常迷路。远处这是万佛宝塔，这里是从山下走上来首先看到的地方。从这里会依次看到大士殿、万佛宝塔、大雄宝殿和五方佛殿。本想从这个台阶上走向万佛宝塔，还此路不通，因为灯会期间的万佛宝塔要单独收费，只有1个通道。经过了大士殿，这也是极乐寺首先建的一个大殿，里面的空间非常的庞大。这个大士殿已经是100多年的历史了，也是最早的极乐寺。这个极乐寺都是可以拍照的。大士殿旁边的建筑也被打扮得非常漂亮，周围摆满了祈福灯，场面真的非常壮观。现在穿过绝路的大门，回到极乐寺。现在来到了五方佛殿，这个大殿里面也非常的精美。好像是檀木雕刻的。继续往前走，去万佛宝塔。这里面灯会期间单独收费2块钱。这个万佛塔是1915年动工，1927年建成的，是绝无仅有的世界建筑奇葩。塔下还有一个大钟，有 QP 印。
就是万佛宝塔。万佛塔四周的所有庭院都灯火通明的。塔前好像是有一个牌楼一样的门。海天佛地，海天佛地还是比较特别。上写海天佛地，这个是慈禧太后题字的，可见当时清朝对于这个极乐寺的重视。上面还有慈禧的印章。这个万佛宝塔是可以登上去的，不过很多人没有找到入口，其实就在塔下面的那层。这个塔融合了中国、泰国和缅甸的一些建筑特色。底下的2、3层是中国的风格，好像第4层是泰国的，往上面的好像就是缅甸风格的。游客可以登到第7层，第7层有个观景台，感觉白天这里应该视野更加开阔，可以看到山顶的观音圣像。观音像，山下万家灯火，整座极乐寺灯火辉煌。下来了，这个极乐寺还是规模非常庞大的，加上离老城比较远，来这里至少要花上半天的时间。因为现在是灯会期间，所以会收取少量的费用，平时这里是免费的。当然如果坐缆车就要收费了。一直逛到了晚上9点多才开始下山，这个是下山的最后一段缆车，感觉也就几十米的距离吧。我个人感觉第2段的缆车可以单独买票坐一下。最后回望一下山上的极乐寺，回去选择了打车，打车还是比较难的，因为离市区远一些。感觉马来西亚打车不贵，非常远的距离只有20多。一到阿波罗，回到酒店楼下吃个夜宵。这里是汕头街的夜市，一直营业到深夜。特意选择了住在老街这里，就是吃饭方便。这里的美食小吃现在都是10几块钱，比以前虽然涨价不少，但还是便宜。养生4果，红豆莲子白果龙眼，还有什么燕菜，还有点炒面。明天继续带大家深度游览一下槟城。其实槟城还是非常大的。老城的民宿酒店空间很小，但还算舒服。明天见。这里是马来西亚的槟城国家公园，这里有茂密的原始森林，也有洁白的沙滩。这里可以坐船游览，也可以徒步攀登。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地。国家公园有很多美丽的海滩，这里是猴子海滩。这里沙白水清，因为远离市区，这里游客很少。海滩上有很多从丛林中跑下来的猴子。我这次也是选择了徒步来到了猴子海滩。单程徒步的时间有1个半小时，返程的时候搭了辆快船。这一天过得非常精彩，跟我一起来看一看。我这次在槟城主要是体验这里的美食之旅，
但是基本都体验的是街头小摊儿，没有什么大餐，但很美味。住的酒店就在老城的主要街道上，下楼就可以吃到美味的小吃。今天早餐过来吃点什么呢？10块钱的早餐。吃过早餐，想去边城的国家公园看一看。毕竟能被冠上国家公园的风景不会差。市区有去国家公园的公交车，路途很远，正好一路上可以看看边城的城市规划。边城不光只有一个老城区，其实它有很多地方都有高楼大厦，感觉城市规模非常大，确实是马来西亚的第2大城市。这一路的海岸线将近有几10公里吧，两边都是住宅区，而且公交车经过的有很多的地方海滩都非常漂亮。公交车开了有1个多小时，20多公里，到达了国家公园这一站。从公交站走到公园门口，大概还有1公里的距离。这个国家公园有很多的游览方式，大部分人会选择乘船游览，去几个比较漂亮的海滩，船去船回。我还是选择了徒步去这里的猴子海滩。以前这个国家公园徒步是免费的，现在外国人收费50块钱。前面这个地方就应该是门票的检查站，不过好像也没有查票。进来就是小猴子。国家公园因为有很多茂密的原始森林，所以这里有很多的猴子。不过对于这种野生猴子，最好还是不要投喂它们。从公园入口走到猴子海滩，基本上是沿着海岸线，有些是可以走到沙滩上的，这里也没有人。这个国家公园一般的游客很少来，通常都是本地的游客，但他们也通常是坐船去猴子沙滩，像我这种徒步的基本没有什么人。开始的时候有很多这样平坦的小沙滩，但更多的时候不是走在沙滩上，而是要翻山越岭。中途有个岔口，向右走是通向猴子海滩的，而向左则是翻山越岭去另外的海滩。这个国家公园面积还是非常大的，所有的徒步线路也比较长，一天很难走完。所以我只打算走右侧，从猴子海滩再走到灯塔。大部分的时间需要在山路上上上下下的，很多都是自然的小路，都是一些树根，比较难走。但也不会迷路了，去猴子海滩一直沿着海岸线的方向走就行了。沿着路上遇到了一个1米多长的大蜥蜴，它都是这种山路，不过迅速地钻入了树林里。下一个山，道路比想象的要难走一些，最好选择穿徒步鞋，不要穿凉鞋、拖鞋。没有吓死，一个巨蜥，又遇到了一个大蜥蜴。时不时的可以看到外面的大海。现在离猴子海滩还有2公里的路程。中间经过了一个比较大的海滩，这里有一个海洋研究所，有人住在这里。这里也有一个码头，游客也可以在这里玩耍。
不过绝大部分游客还是直接坐到猴子海滩。这些人好像是一个学校的，估计也是来这里学习的。这里码头的栈桥上有很多的猴子。大椰子树真不错呀。其实这片沙滩还是很细的。沙滩的尽头有很多的巨大礁石，拍照很漂亮。可以去。其实在槟城的市区海岸线也有很多这样类似的沙滩，所以专程来这里的游客就比较少了。还要继续前行，有些地方还是比较难走的。我一路上就开始遇到2个欧洲女孩，后来再没有遇到过游客。路也是这样的原始路，所以以前这个国家公园是不收门票的，估计是从去年开始才开始收费，也算是环境保护费吧。这将近2个小时的路程，其实第2天腿还是有点酸痛的，尤其是有些地方非常的滑又比较陡，只能攀着旁边的树藤一点点往下走。只要抓着一些树藤，大树倒下的。坚持一下，还有500米就到猴子沙滩了。到底登陆。哎呀，还是那个坐快船。穿过最后的密林，终于来到了这片沙滩。徒步有徒步的乐趣。如果坐快船，10几分钟就直接开到这个沙滩。到了猴子海滩。这里还真有不少猴子。在这里和猴子玩耍一下。在这里最好还是不要投喂这些猴子。这里还是有一些游客的，如果坐船过来，往返大概是150块钱一个人。不过我也看到几个人包了一艘船，往返才200块钱。先在这里喝点东西，休息一下。这里还有一个度假村，看到有几个老外住在这里。这2个躺在沙滩上的，就是开始和我一起同行的2个欧洲女孩。
这就是快船。有一些游客在这里玩耍1-2个小时，然后就坐船回去。天气也不是特别的，否则这里头拍照应该还挺美的。我也在这里用无人机飞了一下，不过感觉飞出来的效果一般。片头有计划，我是要从这里继续上山，爬到灯塔。不过这里手机已经没有信号了，一个人爬灯塔有点危险，就放弃了。原想着如果这里有船，直接通向山的另一端的海岸是最好的，不过只能自己包船，价格太贵，也放弃了。就坐在猴子沙滩和猴子玩一玩。这个猴子好像在一直等着我去喂它，正好可以和它一起拍照。想着在这里玩一会儿，准备搭船回去。问了这里货摊上卖船票的，要70一个人才能回去。我打算等一等时机，砍砍价。这里其实还是挺美的，毕竟被划为国家公园。看到有一大群人包了几艘船，准备想搭他们的船回去。有一个好像是组织者，没想到他竟然会说中文。就是这位，经过讨价还价，他说等一会儿30块钱载我回去。是一个很热心的人。现在是下午4点，准备搭他们的船回去。这个船速开得非常快，也非常的颠簸。虽然觉得不舒服，但总比要走2个小时的山路要轻松多了。太快了！中途又到那个中间的沙滩接了几个学生。这是开船的小伙子和这个热心的组织者。现在开船驶回公园门口。我感觉如果从公园门口直接坐船来，好像也不用买门票，因为好像只有徒步的那个关口才有查票的。而这个码头应该算是公园门外，如果有当地的朋友知道这个信息，可以确认一下。总共也就10来分钟，回到了公园门外的码头。这个滨城国家公园可能对一般的旅游者来说很少有来的。如果下次你来滨城，时间长，可以抽出大半天时间来这里玩一玩。而且这里还有好几个游览线路。今天我只是去了猴子沙滩。现在离开滨城国家公园，我们再找个海滩去。这是马来西亚的槟城，一个漂亮的海岛。很多人来马来西亚槟城旅游，都是住在槟城的首府乔治市。很怀旧又很幸福的一个城市。但槟城实际面积很大，尤其是这个槟岛有很多漂亮的海滩。上集徒步去了猴子海滩，今天我们走一走槟城最长的一个海滩——巴都丁仪海滩。有不少人认为巴都丁仪海滩是槟城最美的一个海滩，长有几公里。巴都丁仪。前几天我也直播过这个海滩，但可能不少网友没有看过这个直播。
我也正好拍了一些这个海滩的点点滴滴，一起来欣赏一下。上一集视频我用了电影《叶塞尼亚》的主题曲，有个网友说视频能不能用一下沸腾的生活主题曲。好，就满足一下网友的要求。其实我也非常喜欢沸腾的生活。一边欣赏巴都丁伊的海滩美景，一边欣赏电影《沸腾的生活》主题曲。今天的天气不太好，否则这个巴都丁伊海滩还是相当美的。巴都丁伊海滩在槟城岛的偏北方向，离乔治老城大约有10几公里。虽然路途不近，但是有公交车直接到达这个海滩，而且这个公交线路一直沿着海岸线走，沿途有好几个非常漂亮的海滩。但这个巴都丁伊海滩无疑是最长的，也是人最多的一个海滩。几公里的白色沙滩上还有很多的娱乐活动可以选择。天气好的时候，巴都丁伊海滩可以看到非常美的日落。海滩边上也有很多非常不错的度假酒店和公寓。槟城曾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合宜居的城市之一。我想除了老城的那些世界文化遗产美食，这个美丽的海滨也大大的加分了。其实我感觉我这次在槟城应该在海滩住一天，因为这里的景色真的不错，很漂亮的海滨城市，而且这里很多的住宿也不贵，挺便宜的。看住在这里是不是不错？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记得这间咖啡馆吗？我就是在这里给大家做的直播，只是有点可惜没有看到非常美的日落。说到今天的配乐，这个是罗马尼亚电影《沸腾的生活》主题音乐。这是一部70年代末的进口电影，反映了罗马尼亚一段自力更生造船的历史。但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部电影的主题音乐。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的电子音乐，当时非常的震撼。有相当一段时间，我的头脑中都会萦绕着这段音乐。现在想起来，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槟城可以说是马来西亚西北部的热门旅游城市，有山有海，很漂亮的一座海港城市。这里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城市中随处可以看到这些漂亮的100年以上的建筑。这是一个非常适合闲逛、慢慢走、慢慢玩的一座城市。这里有一种浓厚的文艺感、怀旧感。华人在这里聚集，中文受到重视，感觉尤其适合中国人来玩。今天就带大家逛一逛这座世界文化遗产槟城的老城。在槟城，一些华人居住过的房子也成了著名的景点。这个就是南洋华人首富张弼士的故居，也叫蓝屋，是来槟城的必打卡目的地。这也是槟城的一座豪宅，现在被当做了一个小的博物馆和酒店。这里需要门票25马币，不过有导游讲解。不巧的是，这里上午11点才开门营业，所以没有赶上参观时间。不过离它不远有一个更为知名的老屋，被称作娘惹博物馆。这个娘惹博物馆其实叫做乔生大宅，曾是华人富豪郑景贵的故宅。现在这里成为了一个博物馆，展现了马来西亚特殊的娘惹文化，
体现着曾经的一个时代。有很多的电视剧都在这里取过景，最著名的就是《小娘惹》。整个博物馆其实就是当年的一个大豪宅，被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参观这里也是需要门票，25马币，不过这里有安排导游讲解。进入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天井式的气势恢宏的客厅。娘惹这个词是马来西亚独有的词汇，是一个符号，是在马来西亚的华人与当地人通婚后生下的后代。女孩就叫娘惹，男孩叫巴巴。这是一座融合了中式建筑风格、欧洲庭院风格的中西合璧的四合院建筑。客厅的两侧各有中西风格的2个餐厅，据说是当年郑景贵在宴客时会特意安排外国客人在中式餐厅用餐，中国客人在西餐厅用餐，促进文化的交融和理解。这里不仅建筑风格保存得非常完好，连内部的装饰摆件、娘惹巴巴们的服饰饰品都被很好的陈列出来供大家参观，简直是一座无价的宝库。这里安排了各种语言的导游，可以跟着中文导游听一听。有电灯，以前没有电的时候需要这个，需要天井。那下的时候让你水进来家里面，让面子凉快。我们华人用圆桌吃饭，这里的少数民族跟韩国，因为这里是西方影响的，经常会请他们来家里吃饭。两人会做菜，然后也会好客，会把贵宾请来家里吃饭，比如生意上的朋友啊、亲戚啊，都会在家里吃用餐桌。有不少人会特意换上当地的服装在这里拍照。拖鞋上来到2楼，就是家族内娘惹和巴巴们的房间。这里陈列的每一个器具用品都是当年珍贵的文物，生动还原了当年娘惹和巴巴们富裕快乐的生活。墙上的照片就是19世纪末本地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华人郑景贵。很多设计都融合了中西的建筑风格，外观富丽堂皇，内有中式木雕隔窗。这些都是100年以上历史的大床。乡下家人家境好的就讲究，讲究好，讲究的就是这座大宅修复后，现在作为了博物馆，里面不仅保存了巴巴娘惹的文化遗产，也为保护槟城独特的历史建筑遗存做出了贡献。里院还有一个祠堂式的建筑敬慎堂，再往里还有一个娘惹厨房，一个大厨房，里面还有一些娘惹美食展示。这座侨生大宅还是非常值得来参观打卡一下的。旧官仔教的钟楼，离开这个娘惹博物馆，经过钟楼前往另一个打卡点康华丽古堡。没想到这个地方也收费，还要20马币。可以领杯咖啡。古堡里其实什么都没有，20元门票里面包含了10块钱的咖啡券，买杯咖啡还要自己添点钱。他这20块门票含了10块钱消费券，拿了一杯卡布奇诺。和侨生大院相比，这里真的不值得来了。地方很小，景色连一个街心公园都比不了。不过槟城在殖民时期的第1任总督第一次来马来西亚城市建设就是在这个地方，因而这里被称为槟城历史的起点。现在这里几乎成了废墟，只有几门旧炮面海而立。前面立着的就应该是这里的第1任总督。
虽然啥都没有，不值得看，但这里也毕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只能当做花20块钱来这里坐着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康华丽古堡的外围我倒觉得挺漂亮的，旁边就是大钟楼，前面还有一个市政府的大草坪。这里还有大片的树林，坐在这里休息感觉更舒服。这里还是一个海角，可以看到新城和老城的一个明显分界，远处都是新城，高楼林立。这个市政厅的建筑还是非常漂亮的。旁边这座奶黄色的建筑也很上镜。槟城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得非常好的一座城市，这里有很多华人寺庙、观音庙，还有印度教的一些寺庙。这应该是回教的。除了这些收费建筑、寺庙，还有这些殖民建筑，槟城最值得走、最值得逛的，其实就是乔治老城里的这些街巷。老城里到处都是中文标牌，在槟城华人的人口估计占到60%，达到了100万。到处都是类似中国的美食，蟹肉。中餐吃的简单一点。槟城也是马来西亚唯一规定华人管理的城市，与中国的近代史关系也是非常的密切。春节期间，这里全城张灯结彩，庆祝中国春节。前面这个好像是。槟城也是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孙中山曾经5次到过槟城，在这里宣传革命思想，筹集革命资金。槟城的很多地方都留有孙中山的遗迹。这里还有孙中山的博物馆，不过因为装修，现在也没有开业。老城里斑驳的墙壁上到处都是这种铁塑漫画，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都在这里留下了作品。老街有一个地方非常值得去，就是这个龙山堂的邱公司。这里2008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也是槟城唯一获得这个荣誉的宗祠。这个建筑已经超过了100年，拥有悠久亦杰出的历史，加上亮眼与堂皇的建筑风格，使坐落于槟城乔治市中心的邱公司成为今天槟城一个历史遗迹的地标。这里白天现在收费10元，很多来槟城的人都是寻找这些街头漫画的。这是老城的艺术街。槟城曾经吸引过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不少艺术家在这里的街头都画过非常漂亮的涂鸦漫画，很多游客都会专门寻找这些有意思的涂鸦壁画，在这里拍照。老城还有一个地方游客都要去打卡，就是杏市桥。所谓杏市桥，在这里是沿海而建的高脚木屋，更准确说是沿海成片建成的木屋村。一般同一个姓氏同住一桥，所以这里有姓周桥、姓陈桥、姓王桥等，就像中国姓氏相同的人同住一村一样。其中姓周桥是槟城姓氏桥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这里也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桥上看起来似乎像一条小街，房屋搭在海上，底部用木桩支撑。现在街的两边都是小商店，有卖饮料食品的，也有卖服装纪念品的。以前本来这里因为非常破败要拆除的，
因为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就得以保留下来。现在这些木屋里仍然住着很多人，都是华人第3代、第4代等。远处就是码头。信州桥这里应该算是非常热闹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大的美食中心，游客在这里吃饭的非常多，有很多摊位，可以知道槟城的很多美食。槟城的美食名单有槟城虾面、炒粿条、沙爹、海南鸡饭、马来风光、印度泡饼、蚝煎等等。不过一般饭点的时候，这里都需要等位，因为吃饭的人太多了。这个姐弟骑自行车的涂鸦非常著名。槟城专门有一条街，就是壁画街，有很多的涂鸦。离信州桥很近，看不少游客专门到这条小街来打卡。白天来这里感觉更好一点，晚上有点黑。很多世界各地的艺术家都在这里留下过作品，都是画在斑驳的旧墙上，很多都已经脱落了。很多涂鸦都非常著名，具有非常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老城里的这些打卡点相距都不远，可以根据地图来导航这些景点，徒步过去。如果喜欢逛老城，就在老城里慢慢的逛，很多地方都非常不错。老城外也有很多非常值得去的景点，包括国家公园、巴都丁伊海滩、极乐寺，还有升旗山。这几个地方虽然路途比较远，但是都有公交车去，所以非常方便。好了，这几天给大家播了槟城的10大旅游景点，下一站飞往兰卡威。今天从槟城去兰卡威，原计划想坐快船过去，现在快船停了，改成飞机。从酒店附近正好有直达机场的公交车，机场距离还是挺远的，才2块多钱就到了机场。以前从槟城到兰卡威是有快船的，但现在这个线路已经停掉了，据说以后也很难恢复，主要是从这里坐飞机过去太方便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跟我一起体验从槟城到兰卡威这个航线。我是得知没有快船的时候才临时买的这个机票，连同行李票一共是204元。如果坐船，以前的票价是150人民币左右，而且要坐那种闷在船里的快船，所以3小时也是比较难受的。而坐飞机到兰卡威，整个线路不到半个小时，一般的机票也就100-200元。飞机起飞，正好越过整个槟城，看一看飞机下的槟城。这个岛上生活的人并不少，有100多万。岛上有一座大桥和半岛连接，可以开车直接上岛，所以这里陆路交通非常方便，从这里可以通向马来西亚的各个大城市，而且坐大巴票价非常的便宜。但从这里去兰卡威却偏偏没有船，没有直达的大巴，只能坐这个飞机。飞机终于升到了云端，没想到的是，这么短的路线竟然还发了一个午餐，三明治非常好吃。
这应该是我做过的最短的一个航线，真的不到半个小时，20分钟刚起飞就又降落了。飞机下面就是兰卡威了，感觉飞机就在海面上滑翔，而且还是个大飞机。兰卡威这个岛面积比槟城岛要大很多，但人口却很少，只是近些年才慢慢成为一个比较热点的旅游海岛，尤其很多中国人对这个岛比较熟悉。现在下飞机取行李，我这次选择了住在岛上的真南海滩。真南海滩离机场不太远，不到10公里，准备直接打车过去。这还不错啊，直接就是叫车25。兰卡威是没有公共交通的，出行都靠包车、自驾和打车。不过兰卡威打车不贵，我是在机场的柜台直接订了个出租车，25块钱。如果自己到机场门口去网约叫一辆车，只有12块钱。这是我在真南海滩订的一个酒店，位置相当好，就在真南海滩的广场旁。这是真南海滩的广场酒店，很干净。这个酒店评分也相当高，现在的价格非常优惠，我在网上订的还不到300元。虽然不是海景房，但也无所谓了。休息了一会儿，傍晚出来逛逛海滩，吃个晚饭。酒店就处于真南海滩最热闹的地方，对面就是中央商场，旁边有几个小的免税店。酒店就挨着真南广场，也是真南海滩最热闹、沙滩最漂亮的地方。一起去海滩上走一走。真南海滩的大标志牌，天气不好，没有赶上日落，但有一点晚霞。真南海滩的沙子是非常洁白细腻的，这里也是很多游客选择入住的地方，因为离机场近，交通方便，吃和玩的也非常的方便。傍晚沙滩上的小风一吹，非常的舒服。感觉和泰国相比，马来西亚的外国游客还是少了很多。这里也有非常多的水上项目。这个真南海滩全长也有几公里。傍晚的沙滩上有很多玩火的少年。沙滩边上也有不少的餐厅和酒吧，价格也比较便宜。感觉兰卡威是一个消费比较低的海岛。真南海滩是兰卡威最热闹的沙滩，也是最长的沙滩。而且这里消费不贵，所以喜欢住在岛上的沙滩附近，这里是首选。兰卡威这个岛不大不小，如果自驾环岛一圈大概也就100-200公里。因为这里没有公共交通，如果要出行只能打车。不过从岛内的任何地方打车
基本价格也不会超过50元钱。天边的晚霞越来越漂亮了。在海边听听音乐，看看表演，吹吹海风，真的很舒服。感觉远处的落日要露出来了，晚霞映红了海边，可以在这里拍拍照。真南海滩正好是看到落日的方向，所以在这里欣赏落日是非常的美。我这次准备在兰卡威住4晚，争取把岛上几个比较著名漂亮的景点都走一走。岛上主要的景点有东南角的雄鹰广场，也就是码头那边，然后有东北角的丹绒路海滩，据说算是兰卡威最美的海滩。还有就是兰卡威比较热门的地方天空之桥。另外明天先准备参加一个跳岛游。这位置是真好，去买消炎药，疼死我了。看完了海边的日落，准备去吃个晚饭，买点治牙疼的药。晚餐不到20元的晚餐，大碗东宫料太足了。这是几块钱的吗？是不是点错了？街头报了个跳岛半日游，只有30多块钱。明天准备先出海了。早晨，真南海滩的天气不错。今天报了个1日团，准备出海。一早将我们从酒店接到了码头。这应该算是个半日团，4个多小时，可以坐船去游览兰卡威周边的几个小岛。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半日团的价格非常便宜，只有30块钱马币，即使加上需要自费的上岛费，总共也才50多块钱人民币，而且还包括了酒店接送。现在坐上了快艇，在海上飞奔。其实我个人还不喜欢坐这种快艇，一个是非常的颠簸，还有一个不好拍摄。要去的第一个岛叫孕妇岛，不算远，开船10几分钟就到了。这个孕妇岛也不算小，为什么叫孕妇岛呢？看看远处这个山形，像不像一个躺着的孕妇？右侧的头，中间是隆起的肚子。只有在刚才那个角度才可以看到孕妇的形状。船速真的是开得太快了。前面这个地方就是登上孕妇岛的码头了。
船上的导游说，在这里自由活动1个小时10分钟。这有一个海湾，景色还不错。现在来到的是孕妇岛。这个码头附近有一个很漂亮的泻湖，需要从这里爬上去再下去才能看到。如果要去泻湖，需要交上岛费6块钱。OK， 上岛费6块。如果不想爬的，也可以在码头附近休息，不用交上岛费了。不过去往泻湖的路不远，爬个不到10分钟也就到了。从照片看，那个泻湖还是非常美的。这个泻湖也叫孕妇湖，还有一个美丽的故事，不少当地的妇女都会来这里游泳或者喝水，让自己能够顺利的生子。这里有单独收费的皮划艇，有不少人来玩。这个泻湖水还是非常干净的，也可以在划定的区域里游泳。有一些徒步的线路好像也被封掉了。来泻湖都是走这样的台阶，从高处看到的泻湖。回到了登山口这里，感觉这里风景不错。这个岛的山和岩石还是比较有特色的，所以才会形成这样的泻湖地貌。看看这些山的形状，天上的云走得非常快。这片开阔的水域还可以玩摩托艇。很快1个多小时的停留时间就到了。基本上跟着这样的一日团旅游，只要记住集合的时间就好了，其他时间就可以自己玩。现在上船前往另一个景点兰卡威。这个海岛的名字其实和鹰有关，这个岛也叫鹰的岛屿。下一站我们就前往雄鹰飞翔的地方，看着快艇溅起的浪花。终于到达了前面的一片海湾，果然这里天空飞翔着很多雄鹰，船夫也向水面上扔了一些食物。慢镜头看一看这里的雄鹰，不过这个鹰的个头不是很大，猛一看以为海鸥呢。在这里喂食完雄鹰，前往下一站。下一站是一个小岛，叫湿米岛。据说以前有一些运米的船经常到这里避风避难，以防止船上的米湿了，所以就叫湿米岛了。这里的白沙也比较细软，所以有很多人来这里游泳或者露营。
我们在这里也要自由活动1个小时，到这里的沙滩走一走。不过这个岛上没有椰树，都是这种颜色比较暗的大树。有些粗大的树干上吊着一些秋千。不少人坐在沙滩上休息，这里也有卖吃的喝的。在这里吃了一点午餐，往远处的沙滩走一走。远处有一大片黑色礁石，有些人在这里拍照，感觉取景不错。很快就过去了1个小时，又到了登船时间。兰卡威这片群岛一共有100来座小岛，所以还是值得出来看一看的。尤其是今天这个行程，主要是太便宜了，50多块钱人民币。既可以选择上午出发，也可以选择下午出发。我是选择了上午出发，9点集合，下午2点多就结束了。结束行程，傍晚时分又来到了真南海滩。这片沙滩有椰林，还是非常美的。我也在这里给大家做了一场现场直播。一些热情的网友还给我做了截屏，给我发了过来，回忆一下当时的画面。海滩，走进画面，自拍一下。是不是真南海滩的傍晚还是非常漂亮的？明天继续游览兰卡威的美丽景点。这里是兰卡威的标志——瓜镇的巨鹰广场。远远望去，只见一只红褐色的鹰毅然矗立在广场上。兰卡威的意思其实就是红褐色的鹰，
这个标志高达45米。从空中环绕一下这个巨婴广场。其实在我昨天的视频中，去出岛游喂的那些鹰就是这种鹰。这个雕塑建于1996年，已经20多年了，雕刻得非常栩栩如生，到现在颜色也是非常的鲜艳。这个巨鹰广场也是来兰卡威的游客都会来打卡的地方，晚上这里的夜景也非常的漂亮。这只鹰张开着巨大的翅膀，桀骜不驯的傲然姿态，仿佛下一秒就要冲上云霄，展翅翱翔。这只鹰也象征着兰卡威未来蓬勃发展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因此受到当地人的极力敬仰和保护。在兰卡威的旅游项目里，也有好几个线路都有这种喂食鹰的项目。天气还是不错的。在兰卡威，我是一直住在真南海滩这边。打车去一下瓜镇广场。兰卡威的岛上没有公共交通，所以去其他地方都要打车。瓜镇的巨鹰广场在岛的东南角，从真南海滩打车过去大概要20多公里。好在岛上的打车不是很贵，一般1公里1块钱。打车直接来到了瓜镇的码头，26马币，20多公里，大概40人民币。这个码头现在主要是从泰国过来的船，因为这里离泰国的丽贝岛非常的近。也有不少游客玩完兰卡威也会去丽贝岛玩。在马来西亚，我都是用这个红色的提款机来取款，非常划算，感觉取多少都是一样的汇率，没有什么手续费。码头旁边就是巨鹰广场了。其实瓜镇是兰卡威里面非常繁荣的一个地方，不过感觉现在游客不多。从这个角度，远远可以看到广场上雄鹰展翅。在这里拍个远景。其实我最初在兰卡威订的酒店就是在这个瓜镇的巨鹰广场旁边，后来发现没有轮船到这里，就改到真南海滩去住了。因为这个巨鹰广场离机场还是比较远的，如果是坐飞机来兰卡威，住真南海滩那边就非常方便，只有不到10公里。现在走到了巨鹰广场的巨鹰之下，这个雕塑也是花了上千万马币的巨资而建的，所以还是非常的精致。这里还有个喷泉，看看这个雕塑的细节。
来了一批游客。这个雕塑比较大，如果要拍到全景，需要离远一点的位置。从侧面看，鹰的形状更加漂亮。再来到正面拍一下。在马来西亚，感觉无人机没有什么限制，除了离机场比较近的地方属于禁飞区，所以这里离机场比较远，可以在这里飞一下。正好这个时间游客不多。这个巨云广场周边的很多地方景色都非常美，旁边有个小的湖，像个公园，小桥流水。看来这里的生态保护非常好，有很多只大鸟。巨云广场再往前有一个传奇公园，这个公园人更少了，走进去看一看。这个传奇公园是一个环境非常宜人、风景秀丽的公园，里面种植了大量艳丽的花卉、植物，甚至有果园。公园非常的精美，像是一个皇家公园。真的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公园。尤其这条浪漫的小道，拍照非常漂亮。这个公园里还展示了很多丰富的文化遗产建筑，还有不少精美的雕塑。这一组巨人之手的雕像，在这个小岛上拍个照。旁边的山坡上有一个很精美的建筑，在这里外出游玩甚至野餐，真的太美了。这个传奇公园就在巨云广场的旁边，走过来就可以。这里也是港口码头。公园里有很多可以供休息的地方。瓜镇这边每周有1-2次的夜市，据说比较热闹。不过因为没有住在这里，也没有体验这里的夜市。这都是公园里的一些建筑。
我个人建议，如果是坐船到兰卡威，可以住在这边；如果是坐飞机过来，最好还是住在真南海滩那边。这个是瓜镇这边的海滩，没有游客。如果你来兰卡威，住在了真南海滩那边，可以抽点时间打个车来这个巨云广场逛一逛。如果赶上有夜市，也可以晚上过来，这里的夜景也不错，顺便逛逛夜市的美食。现在打车回到真南海滩。今天来到了兰卡威的天空之桥。这座钢架桥总长125米，居然只用了1根支柱来支撑。整个桥就像被吊在了海拔687米的高空，连接着2个山头，人们就仿佛走在空中，所以取名叫天空之桥。一起来和我游览一下这个网红桥——天空之桥。今天打车从真南海滩去往天空之桥，碰巧遇上了一个华人司机。来这边睡觉啊，人家来就是要放松，要玩玩，这样什么东西都有的玩，这样。那他是在这旅游。而且说这个岛吧，就是对一些自由行游客来说，其实虽然打车不贵吧，但是它起码有基本的公共交通，是吧？这都没有。没有，所以全靠这个 Grab。对呀，全是靠这个，确实也不贵，但是它毕竟，你说动不动也都20-30公里的。对，因为它的岛是这样，它都是东南西北。对，就那么几个点可以玩。这如果包车一日游大概多少钱啊？比如说一天肯定是200。200是吗8个小时。那8个小时就基本都可以玩到了吧？基本上都可以去的。这个华人司机非常的热情健谈，也是本地人。这里离机场很近。早上9点这样子。对。兰卡威的景点基本分布在岛的4面8方，相距都至少20-30公里。24。打车20公里花了24马币，大约不到40人民币。这个天空之桥景区山下像是一个度假小镇、艺术村，很适合合家欢来旅游。这里还有个3D 艺术馆。这个小镇不大，转一转也就10几20分钟，有不少吃喝玩乐的地方。今天的天气算是相当给力了。这里还有一座湖，那条很大的鳄鱼，很多人在围观一条大鳄鱼。这里房屋设计的很有艺术感，五颜六色的。当然来这里主要是坐缆车上山，山上有个天空之桥。这里是缆车站，需要买票上山。这里的景点基本都是收费的。85外国人。缆车票85马币，其实有点贵了。这里最主要的花费就是往返的缆车票85马币，大概合人民币130-140。相比于吉隆坡的云顶缆车，这个缆车显然贵多了。体验一下这里的缆车风光。这里的山海拔大概有700-800米，上面有几座小山头。现在的游客不多，一个车厢就坐了我一个人。原始森林。下面就是大海。
后面就是这里的高山。几分钟过后，到了一个山顶的平台，这里也可以下缆车看一看四周的风景。这个景区感觉目前仍在扩建，左侧是一个玻璃观景平台。2段缆车，还要从这里继续坐缆车跨到另一个山头上。所以这个缆车票是来回各2段缆车，85马币。第2段缆车就是架在2个山头之间，几分钟就到达了对面。这边山顶上有2个观景台，可以遥望四周。可以看到下面的大海。这是前面的另一个观景台，桥上有很多连心锁。从这个观景台可以看到旁边的天空之桥，就是架在下面2个山头之间的这座桥。这个天空之桥算是一个单独的小景区，需要买票。坐缆车过去是16块钱，如果徒步过去是6块钱。我准备走过去，幸亏没坐。这个是坐缆车下到天空之桥，往返一共16马币。有点森林嘛。感觉徒步过去也就100-200米，而且还能看到好多小猴子。这么多啊！树林里走起来也不热，谈不上多累，一会儿就到了。上面就是天空之桥的亭子了。这里就是天空之桥的一端，旁边的是缆车。登高看看这里的风景还是不错的。看一看，这一面就是天空之桥了。这个天空之桥是2004年建的，总长125米，桥形呈一个圆弧形。可能现在这样一座桥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不算什么，可当时这座桥的建成可是一个非常棒的网红桥，可以说是马来西亚的一道重要的旅游景点。这个桥的主体是由钢材料构成的，而且这么一个又大又重的钢架，居然只用了1根支柱来支撑。就是这个支柱高87米，然后有8根钢缆牵引，整座桥就这样最终被吊在了海拔687米的高空，连接着2个山头。桥上还有几个地方铺设了玻璃，可以透过玻璃看到脚下万丈深渊。
glänzen in der Sonne. Und sie sang ein Lied, das kam mir seltsam bekannt vor. Aber so hatte ich's noch nie gehört. So hatte ich's 从这里看看脚下，ihre Boote machten längsseits fest und mit dem Wind wehte Gelächter herüber. Sie nahmen ihre Blumen 来到了桥的另一端，从这里再看看风景。 herüber. Hey, und schon war die Party im Gange. 不过这个天空之桥也是不能放飞无人机的。从这里看上去风景还是不错的。又徒步返回了缆车站，左侧的小火车就是去往天空之桥的，右侧是缆车。感觉坐这个小火车的人还挺多，里面都很挤。 在山上游览完天空之桥，准备坐缆车下去。从这个角度还可以看到整个天空之桥的全貌。欣赏一下这个天空之桥。 下山的时候，2吨缆车不用下去，直接一路下去了。远处的海边似乎还有沙滩，左侧这边有个瀑布叫七仙井，也可以过去游览。不过现在没什么水，不准备过去了。缆车下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 感觉这里面有很多的猴子。前面就是缆车的终点站了。今天的游客不多，如果赶上游客多的时候，这里的缆车有可能会排队。下了缆车，又来到了这里的艺术村。 其实如果不赶时间，在这里慢慢的玩，可以玩个半天。看到今天的天气不错，准备打个车去兰卡威的丹绒卢海滩。据说这个丹绒卢海滩是兰卡威最美的海滩。不知道和真南海滩相比，是不是更美一些？准备打车过去，跟我一起去欣赏一下丹绒卢海滩。 这里是马来西亚兰卡威的丹绒卢海滩。这个海滩位于兰卡威的北部。丹绒卢海滩有洁白无瑕的广阔海滩，这里的海水也非常的清澈迷人。 海滩周围有很多迷人的小岛，还有绿树成荫的椰林，神秘美丽的小山丘，千奇百怪的岩石，尽显一片热带风光。这里山清水秀，五光十色，置身其中十分的迷人。 仿佛来到一个碧蓝的美妙世界。相对于兰卡威的其他几个景区，这里游客更少了，非常的清静，所以可以放一下无人机，看一看这里的美景。
一般人来这里都是坐船游览这里的红树林儿，而我来主要是拍这里的沙滩和神奇小岛。很多人都认为丹绒路海滩是兰卡威最美的海滩，和真南海滩相比，这里却有不同，可以说是各有特色吧。看看这里清澈的海水，神秘的小岛。If you really love me, baby, come on and let it show. Come on and let it show. Come on and let it show. 丹绒路海滩是离我住的真南海滩最远的一个景点。如果从真南海滩打车到丹绒路海滩，至少要40多马币，将近70元人民币。光一个单程的打车费就比我参加那个出岛游要贵很多了。我是在游览完天空之桥，看了看时间只有3点多，于是决定直接打车过去，这样距离会近一些。沿途就看到了很多不大的小沙滩，比较特别。丹绒鲁海滩在兰卡威的北端，这里有茂密的森林，很多都是红树林儿。这边也没有什么本地人居住，零星的只有几个酒店，感觉还是比较偏远的。这里有很多猴子，前面的马路上就有好几只。其实我最初想报一个红树林的一日游，但是这个行程基本上在海滩游玩的时间太短了。Stay here long time. 而且我在马来西亚的行程只有最后1天了，就选择了打车过来。红树林啊，这边有很多红树林的旅游。到这里有很多摊位都是推销坐船去红树林的，很少有游客直接来到这边，所以一个人包船是非常的贵。这边除了看红树林，也有喂食老鹰的项目。我主要还是来这里的沙滩看一看。哇，最喜欢这种海上仙山。这是一片公共海滩，在丹绒鲁这边有一些断断续续的沙滩，有一些是被酒店私家承包的，尤其是有个4季酒店，据说酒店的沙滩也不错。我现在来到的这一块算是公共沙滩，非常的白，有不少人都是自驾过来的，在这里躺在沙滩上晒晒太阳。非常喜欢远处的几个小岛。这里面向的是西北角，应该是可以看到晚霞和落日的。在这里也可以租一些沙滩车，还有皮划艇玩。和真南海滩热闹的情况相比，这里几乎没有什么游客。沿着沙滩往里走一走，
远处的沙滩有一些树林，有些本地人在这里休息乘凉。而更多的是看到对对情侣在这里休息。这里沙滩上的沙子有点扎脚，不如真南海滩那边的细腻。这些船就应该是游览红树林的吧，可以穿行在那些小岛之间。顺着沙滩欣赏一下丹绒路海滩。有不少的游客喜欢来丹绒路海滩这边的酒店来住，确实安静。但如果喜欢热闹，还是去真南海滩吧。如果能自驾过来，可以在这边待到日落。虽然日落的方向不如真南海滩正，但应该也是相当不错的。这边游客很少，离机场又远，所以可以放无人机。准备找个没人的地方飞一下无人机。从这个角度看，坐在沙滩椅上休息很漂亮。在这里伴着音乐飞一段无人机。我们一同追着心中的梦想，我们试着把太阳放在手掌，我们彼此笑着岁月的无常，也坚定地做着彼此的那种光。记不得曾跨越过多少风和浪，做你的船桨，你是我的翅膀。我们记着对方青涩的模样，乱世骄傲的颠倒，时光中不掉的冰花妆。是你，是你，渗透的青春都是你，穿过我的时光流水，为我像一场倾盆大雨，让你把整个世界叫醒。是你放下的是勇气在哪里？批评上的发现过去，让我变成我最近的鱼，叫出回忆，记住我记忆。我们一同追着心中的梦想，我们试着把太阳放在手掌，我们彼此笑着岁月的无常，也坚定地做着彼此的那种梦。
记不得怎么问，不多是怎么了？做你的船长，你是我的翅膀。我们记得对风景色的模样，满是大好的脸庞，时光冲不掉的冰化妆。是你，是你，是我的青春都是你，承担我的深深流涕。对我是一种情人在雨点滴滴，把真的对你挑衅，是你停下的是勇气在里，疲惫伤都化成过去，让我变成会随心的鱼，跳出回忆，是触摸奇迹。